今天我要用芋头和金针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， 欢迎来到 Kristin Wong TV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，还是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？那你一定要订阅这频道哦，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芋头和金针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先来把芋头削皮。芋头削完皮后，我再拿去冲洗干净。这颗大约是600克，用1/3，大约100克就可以了。剩下的可以包上保鲜膜冷藏。把芋头对半切，这一半切成丁状，再换个方向切条，切完丁状后，先放旁边，另一部分先切片，接下来取一部分排整齐，切丝，把芋头丁放入盘中，芋头丝也放入盘中。准备一包金针菇，把根部切掉，这部分切碎，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准备3朵干香菇。用温水泡软，香菇泡软了，把香菇的水分挤干，放到搅碎机里，盖上盖子，把它搅碎。可以了。搅成像这样子的碎度就可以了。把香菇装入盘中，锅内放入多一些的油，把金针菇放进来，把金针菇炒至焦香。炒的过程，金针菇会冒出水分，要不断的翻炒。把水分收干，把金针菇炒至焦黄色。要把金针菇往内推，不然锅边的金针菇很快就会变色了。炒至像这样子，金针菇已经变成焦黄色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取一个空碗和滤网，把金针菇滤出来。金针菇的油等一下可以使用，用回原本的锅子，放入一些金针菇的油，把香菇放进来炒香。香菇不要炒得太干，炒到像这样子的程度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放芋头，大略拌炒一下，
放入水，炒一炒后，可以来调味了。1茶匙的五香粉，1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汤匙的素蚝油，1汤匙的酱油，2砂糖半茶匙。把调味料炒均匀。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再补一些水分。炒到芋头半熟的时候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芋头炒好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现在准备150克的糯米粉，还有75克的再来米粉，放入200 CC 的水，搅拌成棉絮状后，把芋头放进来，把料和粉搅拌均匀，搓揉成团。已经搓揉成团了，像这样子。不粘手的面团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准备一些粽叶，剪成大约12公分长的长度。你也可以用香蕉叶，或是桑葚叶子。取一个大蒸笼，把粽叶摆进来，不要摆得太密，大概像这样子。在粽叶上抹上金针菇的油，取一团的芋头面团，称100克，称好100克后，搓圆，把它放到细胶垫上，塑形成一个月亮的形状。不要太厚，大约1公分的厚度。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把全部的面团都捏好了，这份量可以做7个。那现在我们就拿去蒸。蒸笼装入水后，盖盖子，开大火煮滚。水已经滚了，放进来蒸。盖盖子，转大火蒸2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哇，好香啊！先关火，赶快把它取出来。台湾的藕粿条做好了，准备一个盘子，把它放到盘子上。摆好后，来切点芹菜，把芹菜的叶子剥下来。把芹菜的叶子切碎，
接下来抹上一层金针菇的油，在藕龟壳的表面。把刚刚炒香的金针菇放上来，最后放上芹菜的叶子。台湾藕桂飘又香又漂亮的，等一下要赶快来品尝看看。现在先来做一杯气泡饮，把柠檬切薄片。今天买到的柠檬是有机柠檬，再来切一颗柳橙，柳橙也是切成薄片。把柳橙片和柠檬片穿插的摆进杯子的边缘，像这样子摆好。接下来放冰块，放上冰块后，再把剩下的摆进来，再倒入气泡水。哇，台湾藕桂壳完成了！藕桂壳来自闽南地区，芋头加了果粉，捏成弯曲的形状。台语的弯曲念作弯壳，所以这就是芋果巧的由来。芋头是由一颗芋母再生出很多的芋子，所以有子孙满堂的吉祥寓意。每逢农历7月的中元节，台湾人大部分会用藕桂壳来祭拜好兄弟。透过祭拜鬼神，祈求阖家平安、事业顺利。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。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简单上手、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